嗨，大家好，我是来自麦的德廷，然后也是一名填词人，也是一名 YouTuber，也是一名活动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麦的德廷，然后也是一名填词人，也是一名 YouTuber，也是一名活动主持人。사랑해요。其实真的是12岁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有在房间里面就写东西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记得第一首认真读的，因为我从小其实听歌都有读歌词的习惯，然后就读着读着觉得歌词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后来就开始写。然后真正开始入行的时候是去参加瑞叶老师的那个作词班，就是我记得我是看到非常好歌第一届，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作词人这个行业，然后真的是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那时我就看到瑞叶老师，然后我就 follow 他的 Facebook 这样，然后我发现他有在麻坡开班，然后我就非常疯狂，我就直接从 KL 就当天来回麻坡，我就直接铲下去麻坡，当天来回就只为了上他那个课。那时是很热血的，就是因为想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很疯狂，就是花了3个小时搬4个小时下去，然后再4个小时回来，然后这样子就持续了有3堂课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有认识同学，然后同学就直接他就说，哎呀你不用这样子啦，我就直接 call 你，然后你直接听就好了，所以就真的有 call 我，然后我就直接听这样子，就是才不用 travel 这样子。后来上了2个月就那班就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了，然后后来就有持续写词咯，然后之后就有去参加非常好歌2的这个 audition 和一些讲座会，然后后来就在那边认识 partner， 然后才真正的参加比赛，然后进行这样子。是，虽然我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啦，因为我近期应该这样子说，我写词今年入行应该是8年了，可是中间我有停过大概3年到4年，就是2021年的前3年，其实我是完全停止了，因为那时候就是忙 YouTube 啊，忙一些主持啊，忙 DJ 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基本上是1年可能才写4、5首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去年我就决定说，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去经营，所以才换了新的公司，然后重新开始经营我填词人那种。就是虽然换了公司之后，目前还在市面上还没有作品，但是其实就已经在努力的写当中，慢慢的累积作品当中，希望有一天可以卖到给海外的明星们啊，这样子。没有啦，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玩的时候，你还可以说靠灵感，可是后来你真正想要迈向专业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可能你1个星期就要填1首或者2首，那或者是你在3天之内就要写出1首歌，所以灵感不能是，你不能说你要靠灵感才写歌的，你必须要靠很多东西，你要靠技巧啦，然后你要去善于自己去找灵感。因为你之前我可能新手的时候会等灵感来，可是现在的话就是你要去找不同的方式去寻找灵感，然后你不能光靠灵感去创作，你必须要有很多考量，比如说这个歌手适合唱什么啦，这歌手之前唱过什么主题啦，然后这首 melody 怎样写才算一个好的故事，怎样写才会hit 到企划要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还蛮后来其实不只是灵感那么简单而已啦。最不容易的就是每一首填词啊，我每填一首词到现在为止都还觉得很难。就是最难的点就是每一篇都是新的开始。你虽然是可以累积你的经验，但是你每次拿到
新的一首歌的时候，你还是要重新的去算歌词，去想主题，去想韵脚，去想这个主人、这个主角的那个口气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铺陈这个故事。我觉得每写一次都是对我来讲都是痛苦，可是是快乐的。这个其实每个人因人而异的。那我的部分就是我会先听旋律，然后算数字，就是算字数，然后之后我就会重复的去听旋律，然后再去我的话，我比较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通常比较其他人都会定了主题然后再写，可是我会先写 verse 的第一段。我先写 verse 的第一段了之后，我才定主题，因为我就是想让故事自然的发生开始，然后我才去决定主题。但是后来我又有用不同方式啦，就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大概会花了1天时间，我去写初稿上来，初稿了之后我就会开始细修大概花1天时间，所以通常如果快的话，大概2天到3天就可以完成了。然后我就会不断的哼唱啊，然后通常是到了 deadline 的前几个小时才交上去，就是尽量的让那个整个作品可以得到最完整的加分，就是尽量我每次听可能这个字可以换一换，我就换，然后就是完善了之后就会交给我的 partner 去做 demo， 做了 demo 之后就会去让我们的版权公司的同事去交给唱片公司去竞选，就是去卖一个这样子。然后如果他们选中你的话，那他们就会开始制作，然后就会开始发行这样子。对，我觉得有其中一个困难的点就是你要怎么在没有跟对方沟通之下，你卖那首歌给他，我觉得还蛮难的，应该是很多创作人会遇到的困难吧，就是卖歌这个部分。有2种可能，就是第一种就是你比稿就是一个填词人必经的过程啊，就是他们可能唱片公司有一首旋律，然后他就会send 给你，然后之后就是要可能3、4个词人一起去写，然后最后还会选1篇出来，这样子选最好的1篇。然后对，这个就是比稿。第二种就是你跟你的 partner， 就是作曲的 partner 一起写，或者是他给你填词，然后你们制作成 demo 拿去卖给唱片公司。我觉得很特别，对，就是一开始其实我梦想不大，我就想说能够在一张专辑当中看到我的名字，那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就抱着这个理想，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参加比赛之后就被阿关老师签下来，然后就写歌，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候我还被签进公司，大概可能1、2个月，然后云美心就要发专辑了，所以那时就我是公司的唯一一个新的词人，所以阿关老师就给我机会这样子，所以那时是真的很神奇。而且人云亦云这首歌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也在讲着我一直以来我的人生观之一。因为其实创作人有分作品，肯定会有分很多种。那我觉得初期的创作呢，通常都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生观。然后你是到后期迈向专业的时候，你才会比较写别人的故事，或者是写一些不是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人云亦云这首歌其实是蛮私人的一个作品来的，就是它像是 verse 前面3句就已经表达我的人生观，就是说听一首没人爱听的歌曲，看一场没有人推荐的电影，然后人人都爱的旅游胜地太拥挤，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也很得听的一首歌，当然也刚好符合到美心，所以我们才会取名叫人云亦云这样子，就是刚好云美心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首作品吧。想要帮他写一首歌吧，想要跟他一起合写一首歌，然后对，就觉得这是还蛮有意义的。然后如果能够出现在他专辑，那就更棒了。就是我可以不用以一个
作词人的身份，但是我可以以一个喜欢他10年的一个陪伴者，或者是彼此陪伴的人，这样子一起去粉丝就写一首歌，这样子还蛮酷的。我作词人这个身份，因为其实我觉得作词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就是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只是把字写进去罢了，但其实他真正要花的那个心思和那个力气是很大很大的，因为你好像一首感情的歌，你就要去挖自己之前的伤疤，你到底失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失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爱一个人的时候，那粉红泡泡是长什么样子的？然后受过伤要怎么去反应等等，你就会把很多内心的东西去压挖出来写在歌词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所以是很少人，是我也是很少会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我每一次填词都是在我房间填的啦，通常，然后我就习惯是会躺在床上填，我就真的是躺在床上拿手机，然后重复的去播那首歌了，一直填，然后通常是我会一直咒骂我自己填词很难啊，下一次我不要再投胎当填词人了，这上辈子作孽，这一辈子才会要填词。然后可是逼自己去呕出来，去写出来，然后当你自己逼自己写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你的成品，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满足感的。然后我就会一直重复的去听，就是一直哼，然后就会觉得好幸福，有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有啊，很多时候我写歌词，自己写都会写到流泪，就觉得天哪！如果我是这个主人翁，我会觉得很惨，或者是觉得就是有时候会感动自己，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自己还不够努力，所以它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很多作品，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是真的能够被这个世界看见吧。这个也是我很大的梦想之一，就是希望我的宝宝们可以找到好主人。这是一条不归路哦。没有，我觉得写词是一个，我现在看到怎样讲啊？现在应该不是现在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创作营啊、写歌营啊，就是或者是一些创作比赛呀，来招募那些新的人才，然后很多人都想成为作词人，可是当真正进入作词行业的时候，你又会面对很多竞争，很多现实的层面需要去考量的。你一开始写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了要靠自己的兴趣，就是因为是兴趣而写的话，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自由的写，你可以去找你喜欢作曲的朋友，然后你们做一首歌出来，我觉得那已经很有满足感了。然后可是如果你真正想要进入这行业，想要当专业的写词人，你要面对的竞争，你可能现在你同一篇稿，你是跟很专业的填词人去比的。那譬如说现在可能我同一篇笔稿，那我的同时跟我竞争的可能就是那个之前拿过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的那个刻在的那个写词人，刻在我心底名字的写词人，因为他跟我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同一篇歌可能就是要跟他竞争的，所以你想想那个竞争是非常大的。那我也尚在努力中，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决心的话，那你就欢迎你加入一起。那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想要抒发写的话，那我真的也是欢迎你进来。就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啦，这条路很难哦，所以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真正喜欢作词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的去先写吧。我觉得万事从先写开始，然后你就会慢慢的走一步看一步了。有梦最美，可是梦想的背后就是需要面对很多现实的竞争和提高自己技术的这个部分。
哎，谢谢大家的陪伴。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收到很多陌生人的鼓励，真的是有时候会说，哎，德婷，我觉得你的 YouTube 节目我觉得做得很好啊，或者是因为后来真的是有说到几个人说我给他们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觉得哇，有，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希望大家难过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就可以想想有德婷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吧，就是当你难过的时候，觉得哎，像德婷这样的人都可以活得很好，那为什么我要难过？当你快乐的时候，就来看一看我，觉得 OK， 这个人还蛮好笑的。OK， 所以好了，其实我是语无伦次的，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刚刚讲的可能都是一些真心的话吧。对，我就真的没有经过设计讲出来，就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觉得我不能 promise 大家说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我一定会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希望大家也能够感受这个幸福。今天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聊天，所以大家如果有新看完的话，感谢你。在下面我们有个暗号好了，你就在下面写德婷很帅啊，在下面写，好，就代表你有看完，好吗？